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呢一集我邀請家族辦公室投資經理徐立賢同我一齊做節目。徐兄，上次你提到嘅薩姆法則，上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失業率升到4.3%，咁係咪已經觸及薩姆法則？美國係咪要面對經濟衰退？今日亞洲股市，尤其是係日本大跌咗12.4%，非常恐怖。咁你有咩睇法？哦，好嘅，係啦，咁我哋估唔到我哋啱啱上個禮拜講完呢個薩姆法則咧，咁今個禮拜又真係 trigger 咗去着咗喎呢個即係嗰個法則。咁先講下即係啱啱出嚟啲即係就業市場嘅數據啦。咁頭先你都講過啦，咁就嗰個嘅失業率咧就意外啦，咁啊升咗0.2個百分點啦，咁就升到4.3% 啦。咁其實呢個就2021年10月以嚟最高啦。咁同一日其實亦都出咗7月個非農數據啦，咁就由6月嘅17.9萬份啦，咁啊降到去7月嘅11.4萬份啦。咁呢個就真係遠低個市場預期都幾多下，因為市場本身預期就17.5萬個啦。咁呢個就由於即係嗰個就業市場嗰個顯著惡化啦，咁7月嗰個職位增長大幅放緩啦，加上嗰個失業率上升去到3年高位啦，咁就令到市場即係對於嗰個嘅經濟衰退嗰個硬着陸個憂慮就加重咗好多啦。咁因為我哋之前其實市場嗰個 narrative 係講緊即係話經濟有增長。咁跟住個通脹就溫和咁樣回落，咁係一個即係高啲 slot 啦，一個金髮美女郎嘅經濟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即係有少少逆轉咗啦。咁因為主要就係大家之前就係覺得壞嘅經濟數據咧，就係市場嘅好消息啦。咁但係咧，當大家都開始確認嚟緊應該9月就減息就毫無懸念之下咧，咁就大家就會覺得就話，咦，如果經濟數據繼續差落去嘅話咧，就變成即係可能係硬着陸。咁而家似乎個情況就係嗰個市場個投資者就由之前嗰個嘅通脹憂慮變成即係衰退憂慮咯。咁所以你見到即係成個市嗰個嘅即係嗰個嘅 sentiment 啦，或者嗰個即係個所謂嘅 recession trade 就變成即係而家嘅即係主流咯。咁但係咧，其實呢一份即係勞工數據咧，其實都有好多爭議性嘅地方嘅。因為其實有啲研究機構咧都認為咧，今次呢個嘅即係非農個就業數據啦，或者個失業率咧，其實咧就有少少同嗰個天氣因素有關係嘅。因為出嚟嗰個即係話喺德州個颱風嗰個嘅侵襲之下咧，其實有據呢啲研究機構統計咧，7月份咧其實有154萬人咧係因為呢個天氣氣候影響咧就無法去工作啦，或者從事啲兼職。而事實上咧，之前一直睇到嗰個嘅即係非農嗰個新增職位咧，有唔少工作崗位其實亦都係兼職啦。咁所以其實就變成好多人係因為即係惡劣嘅天氣之下咧，其實就工作唔到咯。咁所以就出現咗突然間一個即係超過平均值嘅水平啦，或者你亦都出嚟嗰個數字亦都比市場預期高好多咯。咁所以其實亦都有啲經濟學家出嚟都係唔即係覺得今次嗰個嘅數據咧就唔等於嗰個硬着陸啦。咁另外就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個薩姆法則啦，咁即係無論你認為嗰個係咪天氣影響都好啦，咁始終而家出嚟嗰個嘅失業率嘅數據咧就去到4.3啦。咁結果因為出咗呢個數字之後咧，其實咧聯儲局咧本身自己有一個叫實時嘅 real time 嘅薩姆法則嘅數據啦。咁確實咧喺最近咧就出完呢啲就業報告之後咧，其實就升到去0.53咯。咁確實咧就變成正式咧就即係trigger 咗呢個嘅。觸發咗呢個嘅薩姆法則嘅條件咯。咁我哋再講多少少啦，即係重複多次啦。咁其實嗰個薩姆法則嗰個即係核心嗰個計算嘅方法咧，就主要係講緊過去3個月個失業率啦，個移動平均值啦，就相較於前12個月嘅最低點，咁上升超過0.5個百分點咧，就會宣布呢個經濟咧進入一個衰退嘅狀態。
咁而事實上咧，呢一個法則咧喺自1950年以嚟咧，只係試過一次咧，就係誤報嘅啫。咁但係實際上咧，喺嗰次誤報之後咧嘅6個月咧，就唔夠6個月咧，咁其實美國嘅經濟咧，亦都係進入一個衰退嘅。咁咪而家大家可以見到個表咧，你見到咧，其實咧每一次即係當呢個薩姆法則正式觸發之後咧，其實本身嗰個美國經濟咧已經咧就進入咗呢個嘅經濟衰退㗎啦。咁啊，好似譬如2020年4月啦，咁啊首次即係觸及呢個嘅薩姆法則嘅標準啦。咁之後咧，其實講緊嘅 recession start 啦，即係正式有個衰退嘅日子咧，其實係講緊2月份。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當出現咗呢個薩姆法則嘅觸發之後咧，其實本身個經濟咧就已經意味住已經係進入咗即係衰退㗎啦。咁而睇翻咧，頭先我哋講過啦，喺1950年到而家咧，其實唔明嗰一次咧就係1959年啦11月。咁嗰一次咧觸發咗之後咧，其實要等多5個月之後咧，美國經濟先正式步入衰退咯。咁不過雖然咧就呢個指標即係有一個即係顯示咧呢個經濟進入一個衰退嘅作用啦。咁但係咧，薩姆呢個設計呢個 indicator 呢個人咧，其實佢係前聯儲局嘅經濟師啦。咁但係佢最近出嚟咧，自己咧就表示咧，對於呢個指標咧就唔係太認同嘅，因為咧佢其實最近有選民咧講過咧，呢個薩姆法則咧，其實喺今時今日咧係可能係有漏洞嘅。咁就譬如佢有講到咧，即係喺疫情爆發嘅初期啦，嗰個勞動參與率係急劇下降啦，而近年咧反而就極多呢個移民數字急升，咁咧就會令到呢個失業率咧出現咗一個高估咯。咁所以咧，雖然咧呢個薩姆法則咧係確實指出咧呢個美國嘅就業個市場咧係加速降溫啦，咁但係咧佢覺得咧係咪真係出現一個經濟嘅衰退咧？其實佢就未必係已經係發生咗嘅。咁而事實上咧，如果睇翻過去個指標啦，其實出咗呢個 trigger 咗呢個嘅薩姆法則之後咧，其實理論上我哋應該可能已經早已進入咗一個衰退嘅啦嘛。咁你見翻過去幾次啦，其實 trigger 咗呢個嘅薩姆法則之後咧，其實嗰個經濟已經進入咗2至3個月嘅，即係最近嗰幾次啦，已經係進入咗2至3個月嘅經濟衰退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仲記得啦，其實美國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咧，個 GDP 增長咧，個值咧係2%嘅，其實比第一季1.4%仲最高咯。咁所以其實望落去咧，美國嗰個嘅即係經濟增長咧，其實就唔似係進入一個衰退。咁所以咧，今次咧係咪有機會係第一次唔明咧？其實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由於即係出現咗呢個咁嘅經濟衰退嘅指標嘅警號啦，咁見到咧坊間好多投行咧，亦都即係對於嚟緊嗰個減息嘅預期咧，個劇本咧其實亦都出現咗改寫嘅。睇翻咧，其實華爾街咧最近好多投行咧已經係調高咗嚟緊嗰個降息嘅預期啦。咁好似 JP Morgan 同埋花旗啦，其實都預期咧嚟緊9月同埋11月咧會每個月咧各自會減0.5%啦。咁而高盛啦、巴奇啊，亦都預期咧9月、11月、12月咧會分別會減息1/4嘅。咁而綜合即係彭博嘅報導啦，咁嚟緊其實咧9月減息0.5厘嘅機會率咧，其實已經係超過70%咯。咁而去到年底咧，預期嗰個減息咧，可能係會總共係有下降119個基點。咁所以咧睇到個情況咧，就係話由於個經濟數據即係大家都預期有機會係會迅速咁惡化啦，咁所以咧對於嗰個減息嗰個嘅幅度咧，大家都係調節咗咯。咁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啦，喺美國嘅過去即係咁多次嘅減息周期咧，每次啱啱開始減息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嚟嘅，因為咧，如果我哋好似睇翻呢幅圖入邊咯，你見到咧，其實咧，
最深藍色嗰條咧就係美股嗰個平均啦，即係由減息之後以嚟嘅表現啦。而橙色呢條咧就橙黃色呢條咧就係如果由減息開始到如果經濟進入衰退嘅時候咧個情況嚟嘅。咁而淺藍色嗰條咧，淺灰色嗰條咧，就係咧經濟咧出現一個減息之後咧出現一個經濟衰退，但係咧呢個咧就係喺1990年之前嘅。而頭先講嗰個橙色嗰條線咧，就係減息之後出現衰退，而喺1990之後嘅情況。咁而紅色嗰個咧就係冇衰退而出現減息周期開始嘅情況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咧，如果美國嘅經濟咧係冇出現衰退嘅話咧，其實你見到紅色嗰條線咧個表現就非常之好啊。咁但係如果經濟出現衰退啦，尤其是我哋見到喺1990以後啦，你見到橙色嗰條線咧喺減息周期開始之後咧，其實股市表現咧係唔好嘅，甚至係進入熊市。咁所以換言之咧，其實咧嚟緊美國嗰個嘅關鍵咧，其實就唔止係聯儲局減息，而係真正需要即係要留意咧，就係究竟美國個經濟會唔會真係迅速咁樣降溫，甚至係進入衰退咯？咁呢個可能會更加影響嚟緊個股市嘅表現咯。咁至於今日啦，亞洲即係市啦，就翻到嚟啦，咁就即係可以話係黑色星期一啦，咁就。因為咧，成個亞太區嘅股市表現都係做得非常之差啦。咁就好似日股咁樣啦，咁今日就即係跌咗十幾個 percent 啦，12%啦。咁就叫做即係由7月嗰個嘅42,000幾點咧，咁已經回調超過25%。咁都可以話係正式進入一個技術性嘅熊市啦。咁而台灣股市咧，亦都係唔能夠幸免啦。咁今日其實亦都跌咗1,800點啦，跌咗8.4%。咁亦都創下史上最大嘅跌幅啦。咁另外就韓國首爾嘅綜合指數今日亦都跌8.8%。咁其實呢個亦都創下2008年10月底以嚟呢個最大嘅單日跌幅。咁亦都係近4年以嚟咧首次觸發咗呢個熔斷嘅機制啦。咁頭先講過啦，咁可以話即係最近嘅大跌市啦，咁就可以話係啱啱遇着剛剛啦。因為本身就自從呢個嘅日本央行啦，咁就今年以嚟咧就第二次加息，加上咧嗰個行長啦，植田和男喺記者會上面咧擺出一個非常之鷹派嘅姿態啦，咁就更加表明咧，如果呢個通脹表現係符合央行嘅前瞻嘅預測嘅話咧，更加認為今年底咧係仍然有機會再加息嘅，咁所以就變成咧。自從佢出嚟講完嘢出嚟之後咧，見到嗰個日 yen 咧就即係攀升得好快咯。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仲可以見到咧，即係日元嗰個走勢咧，由即係高位多啦 yen 啦，就162啦，咁一下就跌到去140幾啦。咁其實好短時間之內咧，其實個日元就升值咗成10幾個 percent。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成嗰個即係。日元嗰個 carry trade 嗰個拆倉個壓力就非常之大啦，咁就導致到即係成個即係亞太區嘅股市啦，咁同埋包括埋美股啦，本身都出現咗即係一個即係環球嘅跌市啦，咁啊加上頭先我哋剛剛亦都講到，即係美國本身出嚟嗰個經濟數據，亦都令到啲人對於嗰個經濟衰退咧，嗰個憂慮係加深咗啦，咁所以呢個咧就引發咗即係最近一個嘅環球嘅大跌市啦。咁就嚟緊，我覺得咧，其實即係其實如果純粹因為拆倉嘅原因咧，令到即係嗰個嘅亞太區嘅股市去跌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咧。短期內咧，佢個拆倉一定係會係又急又勁啦。咁但係咧，之後通常當嗰個隨住時間過去之後咧，其實呢啲咁嘅拆倉或者一次性嘅影響咧，就唔會話有好強嘅持續性咯。
咁就當即係大家啲倉位調整得咁上下之後咧，其實再大跌嘅機會就其實我反而覺得唔係咁大。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睇翻你見到今日港股嘅表現咧，就其實有啲即係冇乜太大嘅恐慌嘅。雖然就話下晝即係今日即係我哋錄影嘅今日啦，其實就即係曾經跌過500點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全日都係跌，即係收市埋單都係好似跌200幾啦。同埋你見到其實港股咧嗰個大市嘅氣氛咧就冇乜恐慌。咁但係咧冇恐慌咧就比出邊有恐慌就更加恐怖咯。咁因為咧其實你冇一個即係大跌，即係市場嘅恐慌咧，反而好似就意味住咧嚟緊個港股仲係處於一個即係比較陰乾嘅格局咯。咁因為即係冇一個即係恐慌性嘅拋售咧，就好難即係觸發到即係個大市見底啊。咁所以嚟緊即係反而港股可能仲係處於一個陰跌嘅機會會比較大啲咯。正如徐兄嘅分享，我都覺得未來咧需要謹慎啲嘅。咁巴菲特最近減持咗一半嘅蘋果，徐兄點睇呢件事啊？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股神巴菲特減持蘋果咧，就唔等於世界末日嘅，因為其實睇翻巴菲特過去即係巴郡啦嗰個嘅即係持股咧，其實就都有試過沽咗好多佢揸咗好耐嘅股份嘅。咁其實睇翻即係股神巴菲特啦，其實喺1998年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沽清咗佢當陣時持有嘅麥當勞股票啦。咁由嗰陣時起咧，其實麥當勞嘅股票咧，亦都升咗超過14倍。咁同埋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啦，2016年嘅時候咧，第四季咧，其實佢亦都沽咗90%嘅Walmart 嘅股票。咁而當陣時 Walmart 嘅股票咧，佢亦都係揸咗超過20年。咁當陣時嘅股價咧，其實如果 check 翻咧，Walmart 佢減持嘅股份嘅時候咧，其實個股價咧都係得大概20蚊啦。咁而家今日咧，其實已經係升到68蚊。咁至於咧，另外一隻股票咧就係 Costco 啦。咁其實佢喺2020年嘅時候咧，第三季咧亦都係沽清晒所有Costco 股票。咁睇翻當陣時咧，其實佢第三季咧 Costco 股票咧都係大概係徘徊360蚊啦。咁而今日咧，其實 Costco 股票咧都升到820蚊。咁換言之咧，其實咧股神即係沽晒股票咧，其實係咪真係一定隻股票就一定見頂咧？我就覺得未必一定啦。咁雖然即係當然我哋即係對於股神沽中石油或者係沽比亞迪可能仲係印象深刻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咧股神沽呢啲股票咧，亦都唔係一定即係一定係正確嘅。咁事實上咧，喺2021年嘅股東大會入邊咧，佢都有講過咧，其實佢係對於清倉呢個嘅Costco 咧表示一個錯誤嘅決定啦，因為咧佢認為咧芒格咧佢講得啱嘅，因為咧芒格咧本身就非常之中意 Costco 嗰間公司，咁係亦都喺1997年開始咧已經係開始擔任 Costco 嘅董事嘅啦。咁所以咧，其實當即係後尾即係事後亦都證明咗咧，即係巴菲特亦都可能有機會睇錯。咁當然呢個即係我覺得佢減持蘋果咧就唔係即係啱唔啱就事後先知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可能佢即係增加現金嘅部署啦，可能其實有另外一啲嘅打算咯。咁就未必真係純粹就係因為話睇淡蘋果股份嘅。巴菲特最近減持咗蘋果，亦都有減持美國銀行。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匯豐控股亦都公布咗上半年嘅業績。當年《東方日報》稱我為散戶波王，每次匯控有新聞都訪問我嘅睇法，所以今次我一定要講下對匯控業績嘅睇法。先講匯控上半年嘅表現，收入增長1%，表面係好弱，但其實得來不易。淨利息收入下跌7.4%，原因係公司出售咗部分業務，咁規模當然係縮細咗。第二，淨息差同比收窄8個基點，之後會再解釋呢一點。中間業務收入增長1.9%，算係不過不失。金融投資淨收益增長29.6%，呢個係導致上半年收入
即使喺淨利息收入下跌嘅情況下，仍然有正增長1% 嘅主要原因。所以我話匯控上半年收入仍然有增長，其實真係得來不易。上半年嘅營業支出增長5.4%，原因係科技方面嘅開支同埋投資增加。第二係員工成本因為通脹而增加。可以睇到匯控嘅支出係比較剛性嘅，但收入增長乏力，支出嘅增速快過收入嘅增速，所以導致上半年股東淨利潤下跌咗2.2%。可能有人會提出一點，匯控近年有唔少非經營嘅一次性項目，例如出售業務，對業績有冇影響呢？咁我就統計咗2023年上半年同2024年上半年嘅特殊項目，呢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2024年上半年主要係有2個一次性嘅特殊項目，第一係完成出售加拿大銀行業務，獲得收益48億美元。第二係阿根廷業務因為分類做持作出售用途，確認減值12億美元。我哋將呢2項加起嚟，2024年上半年一次性特殊項目嘅淨收益有36億美元。2023年上半年亦都有2個一次性嘅特殊項目，第一，出售法國零售銀行業務，有21億美元嘅減值獲得回撥。第二，收購英國矽谷銀行，確認15億美元嘅收益。將呢2項加起嚟，2023年上半年一次性嘅特殊項目淨收益咁啱亦都係36億美元，因此同比嘅影響其實基本上已經互相抵消咗。其實匯控嘅業績都有亮點嘅，我總結咗有3大亮點。第一係第二季嘅業績係比預期好嘅，第二季嘅稅前盈利89億美元，其實係超過市場預期嘅77.8億美元。超預期有幾個原因。第一，銀行業務嘅淨利息收入109億美元，係比市場預期多咗1%。而淨利息收入超預期嘅原因係淨息差比市場預期多咗9個基點。匯控第二季嘅淨息差1.62%，還比第一季其實係下跌咗1個基點。原因有2方面，一方面係因為平均資金成本上升，而資金成本上升嘅原因係因為存款定期化。由於存款利率高，大家身邊都應該有唔少朋友會將存款轉做定期。不過匯豐香港嘅 CASA 存款比率還比第一季只係下跌1個百分點，CASA 存款比率仍然有61%，其實已經算係好好啦。香港銀行業嘅平均 CASA 存款比率只有40%左右。CASA 存款比率點解咁重要呢？因為 CASA 存款係銀行最平嘅資金來源。乜嘢係 CASA 存款？ CASA 嘅英文係 Current Account、Saving Account， 即係活期戶口，俗稱嘅支票戶口以及儲蓄戶口。我用自己嘅例子嚟做說明。我今年3月離職，意味就冇咗工作收入。我即刻做咗2件事。第一件事，即刻將股票轉晒去收息股，因為以後就要靠股息收入提供現金流，所以我係有資格講收息股。因為依家我就係靠股息提供被動收入。第二件事，即刻將半年左右嘅家庭開支所需嘅現金存入匯豐銀行嘅儲蓄戶口。咁大家知唔知匯豐銀行嘅儲蓄存款利率係幾多呢？答案係0.875%，即係1厘都冇，意味我貢獻咗幾十萬嘅現金俾匯豐嘅 CASA 存款。另一個例子，雖然我冇咗工作收入，但係都要照供樓，因為做男人要有擔當。我每個月會開支票俾老婆供樓，我嘅習慣係一開支票就即刻轉錢去支票戶口。咁通常我係晚上就俾支票老婆，老婆第2日就存支票入銀行。
到咗第3日，支票先至會過數，意味呢啲錢會停留喺匯豐嘅支票戶口至少2日。但係呢2日匯豐係唔會支付利息俾我嘅，即係話我又貢獻咗幾萬蚊俾匯豐嘅 CASA 存款，而且今次係零利息成本嘅。講完 CASA 存款，講另一個導致淨息差下跌嘅原因，就係收益率下跌。原因係香港今年第2季 HIBOR 係跌咗嘅，HIBOR 下跌對銀行嘅淨息差有負面嘅影響。所以上星期五，當市場預期美國需要大幅減息之後，美國嘅銀行股係普遍下跌嘅，連巴菲特都減持美國銀行。當然，淨息差下跌只係其中一個原因。美國有經濟衰退嘅風險，而經濟衰退對銀行嘅貸款增長以及壞賬都有負面嘅影響。匯控第2季業績比預期好嘅另一個原因係減值撥備同比減少6億美元，比市場預期嘅少咗62%。一方面係因為中國內地嘅商業房地產撥備有見頂回落嘅跡象，另一方面英國匯豐之前有一個大客債務違約，本來撥備咗，之後有部分可以回收返嚟。講完第一個業績嘅亮點，第二個亮點係回購金額超市場預期。匯控管理層宣布會開展多達30億美元嘅股份回購，規模係大過市場預期嘅24億美元。第三個亮點係2024年嘅全年指引比市場預期嘅好。管理層其實係俾咗幾個業績指引，呢度我就講主要2個。第一個指引係預計銀行業務淨利息收入430億美元，高過之前指引嘅410億美元。第二個指引係管理層重申2024年嘅有形股本回報率15%，呢個係高過市場預期嘅14.3%。更加重要嘅係2025年嘅有形股本回報率目標亦都係15%，而市場預期2025年係會跌到14%。我覺得呢2個指引背後嘅含義更加重要。管理層預期嘅業績會比市場預期嘅好，我就覺得匯控管理層對未來業績嘅睇法同市場嘅差異係因為有一個因素未俾市場充分計算在內，就係匯控其實係為未來嘅利率下降做咗結構性嘅對沖，而且管理層喺2024年上半年增加多250億美元嘅對沖，令到結構性對沖嘅總額達到5040億美元，並且預計喺今年下半年會進一步增加。呢個將會導致匯控對未來聯儲局減息嘅敏感度下降嘅原因。但係市場係未充分理解同埋反映呢個對沖嘅好處。不過需要強調一點，匯控未來嘅業績可能會好過市場嘅預期，但係唔表示匯控未來嘅業績會係好好，只係冇預期咁差啫。畢竟巴菲特都減持美國銀行，一方面固然係淨息差會受到減息影響，另一方面如果經濟有衰退嘅風險，咁銀行嘅資產就有減值嘅風險。最後幫自己賣下廣告，我主要嘅分析文章係放喺 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